切除牛角40人持枪守卫，北白犀为何还是灭绝，却不能自行繁殖？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北白犀，是偷猎者眼中一动的金山。它的犀牛角在黑市上价值连城，很多人千里迢迢赶到非洲就只为看它一眼。为了保护它，当地的武装直升机随时巡查，40名警员全副武装持枪守卫，18名动物专家随时监测，企图借它的基因实现人工配种。可惜一切还是太晚了。2016年5月，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死亡，北部白犀牛在全球正式宣布灭绝。要知道，半个世纪以前，北部白犀牛还有2000头，但到了1984年就成了15头，而2009年的时候，全球的北白犀加起来居然就只有5头了。2009年，为了挽救危局，经过政府的努力，世界上仅剩的唯一一头雄性白犀牛苏丹和2头雌性，正式从捷克动物园迁移搬到了肯尼亚自然保护区。当时已经42岁的苏丹唯一的任务就是和雌性白犀牛交配成功，为自己的种族繁衍后代。为了保护世界上仅剩的3个白犀牛独苗，当地政府派遣保护大队在非洲恶劣的自然环境里24小时全天候监视守卫。为了免遭毒手，动物专家还提前拔掉犀牛牛角。体型硕大的北白犀究竟为何惨遭灭绝？是天敌太强，还是价值太大？白犀牛作为世界上体型第2大的犀牛，是犀牛里公认的智商担当。之所以数量越来越少，祸患的根源还是人类的贪心。白犀牛最显眼的莫过于头上一长一短的2个犀牛角，是它们战斗的得力武器。而且白犀牛的角是犀牛里最长也最特殊的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白犀牛的角最长能达到159厘米左右，短的那根也能达到130厘米。北白犀被猎杀到灭绝的根源就是它的角。在人类世界，那些所谓的富人和收藏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攀比炫耀，追求各种犀牛制成的装饰品，根本不论价值的大小。于是犀牛角的价格水涨船高，越来越昂贵。偷猎者为了获取高昂的报酬，不顾法律规定，直接猎杀犀牛来获得牛角。非法盗猎的情况在非洲的野外尤其猖狂，但其实犀牛角是可以再生的，而且1年就可以长8到10厘米左右，只要切割操作规范，2-3年的时间内就能再生。但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利欲熏心的偷猎者根本不会等待，一旦发现就直接下手，能赚多少算多少。而且现如今黑市里仅单只犀牛角的价格就高达1700万，北白犀牛更是珍贵。可懂行的人都知道，犀牛角根本没有传说的那么玄乎，都是由角蛋白组成的，就跟人的头发一样。所谓的药用价值更是炒作。可即便这样，人们对犀牛制品的狂热追求还是丝毫不减。人类介入保护白犀牛，为何还是灭种了呢？原来事情根本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。北白犀的寿命最多也就50年，已经暮年的苏丹精子数量和质量都极低，而且祸不单行，其中一只雌白犀的后腿力量还很差劲，根本没办法在自然交配的时候支撑苏丹的体重。虽然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，苏丹和2只雌性都自然交配过，但都没有结果。而且北白犀并不是适合圈养的生物，雄白犀只有在和同性决斗的过程中才能释放雄激素，而被照顾得太过完美，加上本就年老的苏丹经过长期的圈养生活，导致睾酮丸分泌不足，交配次失败也就算了，苏丹对繁殖也没了兴趣，就算是把它和雌性单独放在一起，不仅不肯交配，还会用牛角攻击。就这样几年的保护下，没有任何收获。2016年的时候，高龄的北白犀苏丹衰老患病，全身多处溃烂，最终执行了安乐死。至此，世界上就剩下一对雌北白犀母子，北白犀正式宣布绝种。不过，此前为了研究北白犀的人工繁殖，科学家借用超声波深入雌北白犀体内取出了卵子，和苏丹的精子结合，把受精卵转到南部的白犀体内进行代孕实验。目前还有未用的5个受精卵被冷冻保存着，相信在未来科技更发达的情况下，北白犀能靠代孕重新复活，回到大草原上。